Hello，大家好，这里是纵。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接触 Minecraft 时，有没有被它那无垠且生态丰富的地图所震撼到？反正我是非常非常好奇，因此今天我希望能带大家来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深入其中，复刻这神秘的随机地图生成机制。OK，那现在在我们面前呢是一个4×4的网格，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平坦的地面。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实现地形的起伏呢？那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只需要在每一个格子上呢是一个不同值。比如说这里是6，那其实就代表了这里有6个格子，那这里是3，就代表这里有3个格子，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地形的起伏了。那如果想要随机生成的话，那我们其实只需要让这里每个格子生成一个随机数就好了。OK， 那我们现在就实现了随机生成地图啊。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OK，那这样随机生成的地图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就是起伏过大。就大家看这里，它每一个相邻之间格子的高度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那这样肯定是不适合用来做地形的。OK，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不再在每个格子上赋一个值，我们现在可以改成在每一个点上，每一个十字点上去赋一个值。那比如说，这最后的这个格子的值的高度呢，由这4个数，周围4个点上的数字平均求和而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能让这个地形变得缓一些。OK，那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地形明显的没有之前那么陡了，但是呢，它又失去了很多的高度，那这也就是平均的缺陷。OK，那有没有能够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大家要知道，地形的起伏其实就是相邻格子之间的斜率。那之所以我们产生了过大的起伏，其实是因为我们通过随机高度值，并没有办法直接有效的去控制它的相邻格子间的斜率。OK，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生成随机的斜率呢？然后我们再通过斜率去计算这个格子上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值。OK，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名鼎鼎的 Purlin Knot 柏林噪声。相比于属于值噪声的随机噪声，柏林噪声就是属于梯度噪声的范畴。不过具体柏林噪声的实现，我这里就不多去讲解，网上的相关资料很多，大家也可以自己来看一下源码。那这里的话，我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原理。那柏林噪声的话，其实就是在每一个点上呢生成了随机的梯度。那这些梯度呢，大家可以就认为是这些格子下降的方向。OK，那假设我们这里格子中有一个点，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向量的点乘呢去求出这个点在每一个向量上的一个值，也就是每个向量对这个点的影响，大家可以这么认为。然后再通过对这些进行加权求和，我们就可以最终获得这里的高度值，从而通过梯度去控制值的生成。OK，那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效果已经有一些显著的变化。OK，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叠加多层的柏林噪声来去刻画地图的一些细节。那多层的柏林噪声具体的原理呢，大家可以认为，比如说我一开始是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去查找去生成这些高度，那然后呢，我可以去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之内，但同时呢，我会给它们所有生成的值呢，可能乘以一个0.5，然后通过多次重复这样的实现呢，去补全一些细微的一些细节，效果的话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由于你去添加了这些多层的柏林噪声，那它其实会导致它基础的高度可能会有所抬升，从而使得它的地形起伏也缩小了。OK，在继续讲解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再介绍另外一种地形生成的方法，它的英文名的话叫做 Diffusion Limited Aggregation， 分布限制的扩散，可以这么说吧。具体的原理的话，就比如说同样的，我这里有一个网格，然后呢，我可能一开始有一个格子，那这个格子呢，我们可以标记为1，就是它的高度是1。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它的
周边呢随机添加一个格子，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添加这个格子，然后呢让它随机游走，它可以往上走，可以往左，可以往下，可以往右，然后直到它与目前已经存在的格子相邻。好，那假设我们它往右走，那这里也就变成了1。OK，那然后呢，我们不断的去添加格子，然后比如说它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图案，然后扩大区域，让这个网格变得更大。那同时呢，我们把已有的数字呢给它加一个1，就是让它的高度进行一个抬升。然后同时我们再添加新的格子，添加出来的格子呢就还是1，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扩大，我们就不断的去扩大它，直到它这个地图大小就是你想要的大小，就算结束。那这个算法其实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自带山脉，因为你不断的去抬升，那你原有的那些东西呢，就自然而然会形成它的脊骨。这也就是这个算法个人认为最大的好处。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现出来的效果。个人认为的话还是挺不错的，它分布也没有这么的均匀，还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脊骨在。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研究一下这个算法。不过这个算法其实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因为它只能生成岛，就是几个岛的问题嘛。因为你一开始总得放种子点，你最大不了就是多放几个种子，那就是多几个尖尖嘛。说起来忘了说了，我们之前刚刚生成地形的话，其实也就是到一个普通地形的程度。那如果想要生成岛的话，生成这种特殊地形的话，那是需要你人为的去添加一些控制函数。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生成岛，那我们就可以让离中心越远的点变得更小，去压缩它，让离中心更近的点呢变得更大，从而让它抬高，从而去实现岛的效果。那这里的话，我实现了好几种这个距离的计算方式，每种的效果的话，其实还是有些差别，给大家也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岛的形状其实是略有一些区别的，然后你也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混合比例。那如果是0的话呢，就是原来的地图；那如果是1的话，就完全是我们那个控制算法算出来的高度。OK，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讲一下洞穴啊，我很喜欢的一块洞穴。相比于地形的话，我们其实地形虽然是3D 的，但其实我们高度只是储存在网格里，所以我们其实只要需要用到2D 的柏林噪声就好。但是地形的话，其实是要用到3D 的柏林噪声。那3D 的柏林噪声的话，其实实现起来的话，差别跟2D 的柏林噪声区别没有这么大。就是你想象一下，之前是4个点，现在是8个点。这就是唯一的区别。那我这里也就不讲，大家可以自己看。那我们具体我们怎么用3D 柏林噪声去生成洞穴呢？3维的空间内，每一个格子呢代表了一个密度。那我们密度如果小于了我们指定的一个门槛，那它就是空的，我们这边就留空。那反之的话，我们就给它添加一个格子。OK，那我们先不要管这些五彩斑斓的颜色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些空洞。那如果刚刚说的，如果高于这个门槛的话，高于0.4，那就是会有块有方块；如果低于这个值呢，那就没有方块。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小。那为什么要用柏林噪声呢？其实就是因为柏林噪声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块一块的。OK，那最后就到了地貌。地貌的话，在 Minecraft 里面的话，主要是受2个因素影响，就是温度和湿度。那我这边的话是温度分了3个，湿度分了2个，稍微简单一点。OK，那这边温度的话，其实我也用了一张柏林噪声的图，只不过呢，我可能为了真实一点，我让它随着海拔的升高呢，我去降低了一些的温度。然后湿度的话就不一样了，湿度的话，由于它主要是受河流影响，所以的话，我这边就是基于河流让它扩散出这个土壤的湿润度。还是一样的道理。我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网格，有水就是1，没水就是0，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呢，我第一次扩散会把这里的1/4分给左右的4格，上下左右的4格，这是我的第一次扩散。然后第2次扩散呢，我也同样这里分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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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再给它分0.125，这里也给它分0.125，那这里也是0.5，这里是0.25，那这些地方就是0.5。通过这样的扩散呢，来实现离这个水越远，它的湿度越低这样的一个效果。OK，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考虑到降水。那我这边是没有考虑。那如果你考虑到降水的话，你也可以有一张
柏林噪声的图，然后用降水叠加这个水纹，共同去影响这个湿度，那这个效果肯定比我现在效果要好。然后包括我这里也用了高度越高，这个湿度越低啊。OK， 那这样的话出来的就是一个最终效果。那我们这里可以调整这个湿度，对这个湿度的门槛，最低温度的门槛，最高温度的门槛，这些效果都是会变化的。那我这边的话是就对应了冷、干冷、热、干热，然后地底的岩石，然后是中等的那种气候，然后中等然后干一点的气候，然后水，然后主要的话就是实现这个效果。OK， 那最后的话，我想讲一下这个，我认为这个项目还可以怎么样的去优化，更上一层楼啊。首先的话，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啊，但是我没有做的，就是把很多东西去并行化啊，因为这里涉及到了非常多的地图，生成地图，生成很大一块地图，从地图里面取数，然后你可能要存地图，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并行化的。那所以大家也看到，由于我没有弄，所以哪怕我是一个32×32的地图，我都有点卡啊。那这也是跟我这台电脑啊性能有点差的原因有关啊。那在另外一台电脑上的话，就是64×64才会卡。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给一些特殊的 block 赋予一些特性，比如说，在这里我这边沙子就是这个干热的这个，那你可以让它自己下落，对吧？下面没有东西自己落下，就跟咱们这里面一样。那水的话也是会自动扩散，比如说我这一块就没有扩散，这些都是可以添加的一些特性。然后的话，你可以去扩展生物的群落啊，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锦上添花吧。因为说白了，这里已经算是扩展了一遍地貌，你再基于地貌再扩展一遍气候也可以吧。OK， 那还有一点忘了讲，就是 MC 地图嘛，它是走过去一段，因为 MC 地图很大，它不可能一下子全部生成，所以其实是你快走到边界了，然后它就给你生成一个新的块，然后就是这样来操作。那这个的话实现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啊，这里就不实现。那如果你要考虑性能的话，那你肯定就要去了解 chunk 算法。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行去了解。如果我以后有空，或者大家感兴趣的人特别多，那我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一遍的扩展和优化。OK， 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或者可以评论或者私信指出。如果大家有想看的机制，也可以告诉我。那之后的话，我可能会把系列分成2部分，一个是 Game Design， 一个是 Game Technology。那像这期的话，可能就属于 Game Technology 的视频，像之前那一期的那个就我认为属于 Game Design 相关的视频。以后啊，可能就会分开讲。OK，那下期视频再见，拜拜。